今天有一个非常特别的餐点推出，它的披萨到底会长得如何？就是没有违和感，它整个就是融合在一起的那种感觉。欢迎收看梨蹦云游。那今天就是凤梨找我一起来吃晚餐，然后他说今天有一个非常特别的餐点推出，是什么？就是披萨 Hut 的拉面披萨。拉面披萨听起来很厉害。因为我听到这个拉面披萨就想到它是日式的风格，那他就叫我带饮料过来，那所以我今天就特地准备了这个。等我一下，当当。日系的啤酒那这个就是我下班的时候去 Seven 买的，因为 Seven 现在刚好就是有国际啤酒节。那除了这3件它有一个7、9折的折扣之外，那它这次啤酒节其实多了很多就是各地不同的酒，然后像这几款就是以前就是比较少看到的，这是可尔必斯沙瓦，然后这是三多利的桃子口味的喉咙优饮。然后这个也是三多利的，然后它是9%的凤梨酒，那觉得就是他们蛮特别的，那之前也喝过来，就觉得蛮好喝的，所以就决定拿它来配这个披萨。好，那我们要来看我们的披萨咯。等一下，这个披萨你说是日本拉面口味，那它是跟谁合作？它是跟那个日系拉面面屋武藏合作的。面屋武藏是在台北还算小有名气的拉面。然后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披萨到底会长得如何。它怎么只有半颗蛋？对啊，为什么不是照例这样？好歹也来个1颗吧，不然这怎么分啊？它半颗蛋不知道要怎么让大家平分这样。对，看一下其他的料，像这有叉烧，对，然后面，然后青葱跟辣椒，然后它的叉烧其实算是给的蛮多的哦。这边有几片？2、4、6、8、10片。10片还真的蛮多的，对于一般拉面的叉烧量来看。那我们在订购的时候发现它有一个活动上面的限制哈，第一个就是说它只能订这种薄皮的，它没有办法订厚片。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披萨通常都是习惯买大送大啦，对。但是它这个因为活动的关系，它是单点的，它不列入买大送大的这个选项里面。对，它只能够它有出一个套餐，但是那个套餐不是很划算，所以我们最后就是分开点我们自己想吃的东西。是的。那我们还点了什么呢？那我们点了这个，但我有点忘记它叫什么。好，这是后烧酱烤 BBQ 4排然后我们这边还有2个起司塔，等一下再让大家看。那我们现在就要来吃我们的主角嘞，让大家惊叹一下这个披萨的感觉。那我们要来试吃哦。其实我想要先单吃它的叉烧，没有，因为个人就是比较喜欢吃那个叉烧这个部分。那通常都喜欢试一下叉烧的味道。把它放。我觉得叉烧跟拉面店吃的那个叉烧感觉不太一样，感觉变得没有什么味道的感觉，就是被披萨的味道还有起司的那个味道盖过去了，然后本身没有什么叉烧味的感觉。然后它的叉烧下面就是铺那个铺拉面条，对，那我就直接吃啊。然后它还有附笋干，对。我觉得它的面条其实就是很融合在披萨里面的，就是没有违和感，它整个就是融合在一起的那种感觉。不像在吃拉面的感觉，不像，就是比较像就是在吃披萨，它很有那个披萨的感觉。有可能是因为附上起司之后，然后再加上它的那个酱的调味，然后你就会觉得，还蛮融合的。好，换我来吃吃看咯。那我的叉烧很明显的已经脱落了，那我就捏着它吃，我们来看看。如何？好，我这一口是面条跟笋干的部分，就是还没有叉烧，我觉得味道稍淡了一点，比我想象中的拉面的浓汤那个不够重的感觉。我觉得它的面应该是有，比如说像是泡过豚骨汤的那一种面。所以它吃起来，它的面条不是那种有咸味的，对，它是有味道的，然后刚好跟这个披萨皮融合在一起，是还不错，有吧？你应该有吃到那个豚骨的味道。对，那它重点是它的起司倒没有放很多，就是起司有一点点，那它有点像是提味的感觉，那它
并没有放到多到说会掩盖掉拉面的本身的味道。我吃的这一片就是叉烧啊，它是刚好是烤的比较干、比较厚的，就是吃起来会有点像是在吃那种就是干火腿或者是干培根的那种感觉。味道是不错啦，就是它也有那个脆脆的那个嚼劲，大概就会跟我们一般在拉面店看到的那个叉烧的那个感觉就会感觉不太一样。对，就是但是不会难吃啊，因为我们拉面一般看到的那个叉烧都是软的，然后有的时候是比较肥的，这边看起来是没有那么肥。然后它的起司除了酱上面上有，它还特别几乎在每一个这个叉烧上面都有再多加一层起司。我觉得它起司其实跟它那个面的味道其实是还蛮搭，对，融合的恰到好处，还不错。那我们就是来配酒啦。桃子的口味我好像第一次喝到，有没有桃味？有，它这不错它那个桃子的香气还蛮重的。对，而且也没什么酒味。这一个是3%，对，它其实没有什么酒味，那还蛮适合就是在家当这个一般的饮料喝。来喝看凤梨好了。我以为他要开他最喜欢的可尔必斯，那个上次喝过了，先不急。那个可尔必斯soda是凤梨最喜欢喝的饮料。只要去日本一定会喝。对，但是它这个是沙瓦啦，所以是有点不太一样。但是就是乳酸菌气泡酒，但是味道也是不错的。怎样？太浓，很浓的酒味啊。那我们这个凤梨是9%，它比较重。9%那个酒精味就有了。但是凤梨香就是你一打开来就很浓厚的凤梨味飘出来。继续吃。我的叉烧跳楼了。大家如果看完我们吃这个之后觉得不错的话，明天就可以去订了。要提前预定哦。它是哪一天上市？今天嘛，对不对？6月30号。6月30号开卖。今天是它开卖的第一天。这样其实不错是可以吃到这个豚骨拉面的感觉，然后又可以吃到披萨。对。这是一种味觉的双重享受，但是也是淀粉的双重享受。有没有面粉团，然后再加上面条，这是超级淀粉，真的。好在它是用搭配这个薄皮披萨，它这后面的是有点像是大蒜酱，就吃到后来有，它事实上是大蒜泥的感觉。有那个大蒜味道，还不错，蛮香的。它吃到不同阶段都会有不同的口感，不同的味道。那我们现在来吃吃看它的烤鸡啦。好的，烤鸡。但是呢，大家有心理准备，因为它的排这么小，对，相较于腿之下，好像觉得腿好像，可它腿2只腿的大小也不一样，对，觉得蛮有趣的。这个应该算是烤鸡啦，就是中规中矩的好吃。它应该算是蜜汁的那个酱下去烤，有个甜甜的味道，那也还蛮入味的，还不错啦。在继续吃我们其他披萨之前，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甜点好了。以前吃披萨哈的都没有点过这个东西，那今天看到觉得有这个起司塔好像不错，然后就来试试看。让镜头看一下，先喂一下镜头。它旁边就是饼干，然后中间应该就是它起司塔的这个部分。对，有点像起司蛋糕的感觉。试试看哦。饼皮还蛮酥脆的。我这个一咬下去我就感觉到胖的味道。它的那个起司其实是很多的哦，你看它的饼干的这个外层其实是蛮薄的，然后中间都是起司，然后这样吃起来就是还蛮爽的，蛮厚实的起司。这个可以点。在继续吃之前，我们要来开我们的第3罐啤酒。那这就是我们的可尔必斯沙瓦，它有气泡，然后也有那个一点点酒精，这样就是气泡酒这样，还不错。去日本喝的是可尔必斯气泡水，它最近可尔必斯气泡水也有进台湾了，那一瓶我记得好像也要40几块，偏贵。但如果说因为最近也没办法出国，如果说就是回忆一下这个味道的话，其实还是可以买。回味一下。我们要来试试这个蛋了。然后它这个蛋其实我觉得还蛮小颗的，然后因为
一般的溏心蛋，你都会感觉它中间蛋黄是那种很黄的那种颜色，然后好像有一点点半熟不熟的那个感觉。但它这个就是已经全熟了，因为它已经进烤箱烤过，对，它没有那个漂亮的颜色。但我们还是试试看它的味道。我不知道是因为我刚刚吃完披萨还是怎么样，我觉得它不是很有味道，对，没什么味道的感觉，这就是没有那个想象中那种溏心蛋的那个味道。稍微有点可惜，它会不会是那个材料不足啊？因为正常来讲，我们一般拉面，如果你是一个完整的套餐，一定会有就是不是2颗啊，就是1颗完整的蛋，或者是它可能是切半，就是2片这样。那我们这个完整的套餐里面，居然只有半颗蛋，怎么样？开始脸红了吗？有一点。我就在想说，为什么会越来越热？虽然呢，这个是。有些人可能觉得它只是饮料而已，但是毕竟还是有酒精成分的，好吗？然后我们2个就是没有那么擅长喝酒的人，所以我们就是只会喝这种3%的饮料。然后如果3%饮料还不小心喝到醉的话，我们就是太厉害了。很容易的。欢迎大家来一起跟我们吃东西，或者是找我们去吃东西。是它叉烧真的越吃越像早餐的那个干培根。应该要最后出炉前再把它放上去。好，那在凤梨还在吃的当下，我就先来做个结尾啦。那我觉得这一次的拉面口味的披萨其实是还不错吃哦，它拉面跟披萨之间融合的其实还蛮恰当的。那只要你不要用一个拉面的水准来衡量这个披萨哦，因为拉面太苛责它。对，拉面是拉面，披萨是披萨哦，千万不要把它混成一谈。对，它的制作过程还是会影响到它的一些要素。对，唯一比较可惜的是，因为它这个披萨是比较特殊的，它没有办法搭配它买1送1的活动，然后你就必须要用单点的原价去点。就一个新口味来讲，我是觉得就是值得一试啦，大家可以买来吃吃看，来尝鲜一下。好啦，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的试吃啦。那喜欢我们影片的话，记得按赞并分享。那我们下部影片见喽，拜拜。